要去布拉格城堡，走的是 Menes Bridge。這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查理大橋。捷克傳說，仙子女王利布舍站在海邊，突然大喊：“我看到一座光芒照着偉大的城市。”結果她喊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布拉格城堡。城堡的票是2天前從官網上直接買的，門票包括了宏偉的聖維特大教堂、歷史悠久的舊皇宮、古老的聖喬治大殿以及充滿童話色彩的黃金像。布拉格城堡裡有一頂非常有名的皇冠，傳說只有真正的合法國王能戴，只要你不是正統王室，只是想偷戴一下，抱歉，你在不久之後會死亡。這傳說可不是開玩笑嚇人的。20世紀真的有一位納粹官員偷戴，沒有多久他就神秘死亡了。現在看到是布拉格最震撼的聖維特大教堂，這裡真的超誇張，光站在門口就覺得自己變得非常渺小。這座教堂從14世紀開始蓋，結果一蓋就是600年。裡面最美的就是這些超大片的彩繪玻璃，尤其是木下這扇窗，因為是捷克最代表性的藝術家木下做的。簡單講就是整座教堂最會發光的明星窗。在布拉格最有名的靈異故事就是白衣女子。她是一位善良的伯爵夫人，死後據說成了城堡的守衛靈。城堡傳說，如果看到她神情溫和在走廊上飄過，代表國家即將迎來好事；但如果看她看起來很悲傷，那就可能有壞事要發生了。這個超級豪華的銀色棺木紀念的是聖約翰，他因為保守秘密而被國王處死。棺木是用將近2噸純銀打造的，因為太貴重，旁邊還有保全人員在看守哦。這是捷克的國家紋章，是一個華麗的馬賽克作品。它中央有代表捷克的雙尾獅，象徵着國家的權威。舊皇宮有個傳奇的故事——布拉格拋窗事件。當時憤怒的貴族把國王2個官員從窗戶丟下去，這個舉動直接引爆了長達30年的歐洲大戰。這場戰爭也重塑了歐洲的政治版圖。抬頭看看這個天花板，這上面畫滿了幾百個盾牌，都是當時波西米亞王國重要貴族的家族勳章。波斯米亞王國是歷史上一個強大的歐洲政權，統治着現在捷克的核心區域。這就是一份古代的權力名單，記錄着所有參與統治和決策的貴族家族。聖 George 的教堂是城堡區的元老級建築，建於西元920年，超過1000年的歷史。裡面是簡單又有氣場的羅馬式風格，還有捷克第一位女聖徒的墓。這小禮拜教堂裡展示着聖徒的骨骸，這是天主教用來崇敬聖人的一個方式。傳說布拉格城堡的金像以往住的不是金匠，而是煉金術士。他們為了皇帝煉造長生不老的賢者之石，所以晚上巷子裡還會傳出偷偷煉金的玻璃瓶聲。城堡本身在布拉格比較高的地方，從這裡往外看真的超級漂亮，整個城市的紅屋頂、河岸、橋都看得到。這裡的視野真的非常的讚，來布拉格一定要上來看一下哦。我透過 Viator 訂了1日遊，去2個國家的國家公園 Bohemian 還有 Saxon Switzerland。
導遊來接我們的時候，我還跟全家說，我們今天會去瑞士哦。結果後來才發現，Sachsen Switzerland 其實在德國。之所以叫薩克森小瑞士，是因為以前有2個瑞士藝術家常來這邊寫生，他們覺得這裡的風景跟家鄉很像，所以就叫它薩克森的瑞士。後來這個名字太順口，大家都這麼叫，就變成真正的地名了。天氣不是很好，坐了2小時的車，但非常值得。這景色真的很美，有點像阿凡達的背影。這些像巨塔般的砂岩，是大自然花了100萬年雕刻出來的奇蹟。人類就在這一片奇幻景色中，蓋出了這座史詩級的巴斯泰橋。它直接橫跨整個深谷，把那些巨大的岩石連在一起。站上去的視野真的是超級震撼的，可以看到整個易北河谷。離開了德國的國家公園，大約30分鐘，到了捷克的 Bohemian Switzerland。因為景色很像瑞士，所以名字就參考了德國那一邊的 Sachsen Switzerland。我們走了30分鐘，我們2個小朋友已經到了路口了，我們2個老人家還沒，走比較慢。走在這裡就變象山。到了，我們大概爬了50分鐘吧，到了 Arch 了。這是歐洲最大的天然砂石拱門，其實它在慢慢變小，因為風和雨會慢慢的侵蝕。這個拱門以前曾經開放讓遊客走上去，後來遊客太多了，於是1982年官方決定禁止上去。不是很難，爬起來還蠻舒服的，真的不是很難。我看到很多小朋友跟老人家也來爬。這邊的天氣真的變化的好快哦。我們導遊真的很酷誒，他非常喜歡登山跟運動，跟他對話中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他非常 enjoy 他現在的工作。好可惜哦，下雨，可是是另外一種感覺吧。只是下雨登山真的很不好受，蠻難受的。爬山來回大概花了我們2小時左右，之後再上來東停停西停停拍照，聽導遊說故事，整個行程大約3小時，所以可以吃到午餐的時間已經是下午1點半了。這一頓午餐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果然肚子餓是最棒的調味料。吃完飯後，大家往下走，準備去 Kamenis Gorge 坐船。大概15分鐘，其實不止，我覺得有25分鐘，全部都是樓梯。導遊說還要走8分鐘，可是沒有樓梯了，太好了。我去
坐船之後8分鐘就是比較簡單的路。我覺得這裡很像我們之前去 Vancouver 或 Costa Rica 走的 trail 哈。對，比較像 Costa Rica， 因為濕濕的，很濕。然後這裡很棒哎，我喜歡這裡。下雨，所以泥巴都冲進去。我們就是要坐這種船。船夫也是解說員，但是他是講捷克話，所以如果沒有導遊的話，我覺得這個行程可以不用來。因為坐船這個行程主要是看兩邊的岩石，如果沒有人解說的話，真的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Magic mushroom. How many? Zwischen 1 Meter bis 3 Meter. 3.如果你們也跟我們家一樣很喜歡看大自然的話，我覺得這個跨兩國的國家公園非常值得來。過邊境時，我們的車子沒被抽查到，但還是建議要帶護照哦。這個勝利之後聖母堂是因為紀念一場重要戰爭勝利而命名的，它裡面藏着一個全球聞名的寶貝。它就是布拉格聖嬰，是從西班牙來的，描繪的是耶穌基督童年充滿神性的樣子，而且它有幾百件非常漂亮、有設計感的衣服可以換。信徒相信這個小耶穌雕像其實能帶來奇蹟。這兩個青銅雕像下半身還會動，像是在寫字。布拉格真的是漂亮到不行，又充滿了各種傳說。希望有機會你也可以過來感受它的魅力。我們來看布拉格機場的貴賓室，原本是要去比較大的 Priority Lounge， 但他說人太滿了，不給進，也沒有 wait list， 他叫我們去商務艙的貴賓室，這邊就小很多，就是一個很普通的 lounge。你還是拿那麼多？飛機餐，我們將會在法國轉機。空間很大，但食物的選擇非常少。
剛剛 delay 是因為有 technical issue， 結果哥哥跟弟弟坐的那一排全部椅子跟電視都不能用。他們拿到航空公司的補償，150塊歐元是給椅子壞掉，200塊是給電視，給的是 Airline 的 voucher。我一直以為椅子可以倒下來平躺睡覺比較重要，沒想到壞掉的電視拿的 credit 比壞掉的椅子還多。拜拜，拜拜，拜拜，拜拜。白痴欸，白痴。8天的旅游，你最喜歡哪個城市 Barcelona 為什麼？好吃、漂亮，然後我們有很多天就可以休息，然後走一走。因為沒有我們有 day tour 嗎？我們有 tour 啊，可是只有一個自己的 tour， 自己的 tour 比較好。那 cruise 呢 The Sea Days 蠻好，我說 9。Actually no 8，因為沒有太多東西弄，沒有籃球，no game, no like nothing like that, just the gym and spa only. And tour days started off probably 0， 因為太累了。可是 once the tour started，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就變很好玩。我說 9.2。這樣子啊？那你喜歡 whole trip 嗎？很喜歡啊。弟弟最喜歡哪裡 Athens. 為什麼？ Because I'm fat. 因為東西好吃。